大家好，今天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桥流啊。以往在其他的场景当中呢，也都间或介绍过。今天整体说一下，那高桥流呢是一种幻灯风格，但是在我来看呢，它其实是一个演讲构建的工具或者说方法论。它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啊，它特点呢就是字很大字很大，那个非常大。那而且幻灯呢会比较多，一般来说会比较多。那么它每一页上的字儿呢会很少那么这个翻转的时候会很快非常快基本上是每一页呢就停留几秒钟时间。那么最重要的是在用高桥流的幻灯进行演示的时候听众呢有可能注意力呢基本上就是要在听因为幻灯里头没有给太多的信息。这样组织幻灯的好处是啥呢？首先，这个我们一般去架构或者说演讲架构里头，想完成一次非常流畅的演说，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就是这么三个一个呢是以什么逻辑线索或者故事线索去叙述，以及呢如何层层展开我们想论述的问题，以及最后呢如何收尾。那这几个关键问题呢，在高桥流里头呢，它会强迫我们反复去演习，或者是练习那三个问题怎么样是在一个幻灯片的线索组织之下流畅的展开。那因为它字儿呢很大，对吧？那么每一页上的字儿很少，所以呢它幻灯组成非常多。这种时候呢，它就要求我们幻灯的前页跟后页它的逻辑性要非常强。当然这个在字上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是我们在叙述的时候呢，就是说每一页上说穿就是1到2个关键词来去组织我们幻灯前后的这个逻辑关系，而这个强逻辑关系呢，是需要我们在构建的过程当中就是找到的，就是一个最自然的。那么又因为每一章它对应讲述或者包含的字面内容，这幻灯上的内容很少，所以它就容易单元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页幻灯，它和其他幻灯的这个关系因为它每一页幻灯上的内容很小，它就一种颗粒度非常小的这个单元可以进行快速就什么跟快速是跟其他的幻灯可以成组，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电影剪辑，对吧？假设我们 MTV 我每一个镜头才不到2秒钟，那么我前后镜头可以不含逻辑，但是这个逻辑是通过剪辑之后，那么会给观众形成完全不同的风格和这个叫什么来着？这感觉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当我幻灯的每一页包含的内容足够少的时候，它反而更加自由，可以跟其他进行单元化重组。那进一步的呢，它其实逼着我们叫强行复稿什么意思就每一次我去追加一个幻灯的时候，其实都在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视角。假设我这幻灯是从一页幻灯开始组织的，那加了一页，那从第一页怎么讲到第2页，这就是一次视角，就是这层层迭代下去。那么因为这高桥流它幻灯非常多导致每一次我加了一个新的幻灯的时候，我要从头去捋一遍，看它这个顺序气质或者故事线索对是不对。这其实就必须穿过所有幻灯，那每一次都是一次视角，也就意味着是什么呢？用高桥流这种方式去组织我们的幻灯的时候，我们会获得比其他就假设传统的那个演讲你可能讲半个小时，一共就5页幻灯，那每一页幻灯上有好几百字儿，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会专注在一页幻灯里头呢，工作很长时间。那等弄完，等抬头一看，发觉这5页它怎么排都很艰难了，因为每一页里头含的内容非常多，前后的这个顺序和次序，有的时候会前后会依赖。那这个高桥流就反而灵活很多，你甚至可以重复很多幻灯，只要是我对我叙述或者对我整个的这个阐述过程有帮助。也就是说，在高桥流这种场景之下的演讲的构建过程，它是被强行要求多次辅稿你不一定要说出来，但是随着你看了这个幻灯，去设想我该怎么把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一次技术演讲的这个串下来，那它的这个反复和迭代的这个次序是比普通的幻灯是要来的次数要高的。以及天然加密什么意思大多数情况下，你要是光是看放出去的，就是这个叫高桥流式的幻灯，你基本上是很难想象它会具体讲什么内容
啊，因为强关联性是在我的副稿当中形成的，是在我心里头啊。幻灯上承载的东西不多啊。那么还有呢，因为字儿都很大，那这个呢会比其他幻灯呢对于后排的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会很有利，你后排也看得清楚，等等等等。但总之，演讲这其实是个偏正词啊，偏的呢是演，不是讲啊，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所以在用高桥流式的幻灯来进行演讲的时候呢，大家的注意力其实是集中在你身上，就多数时候是集中在演讲者身上，而不是幻灯。这样会给你进行这种演讲啊，无论哪种类型的演讲，会给予你更多的叫发挥的余地，因为注意力在你身上，那么你的每一个什么微表情啊、语气啊，或者是这个肢体语言呢，都可以有效的传达给下面，否则大家都聚精会神看你的幻灯呢，对你怎么说怎么讲不 care， 那这个演讲其实说就好吧，丧失了一大半乐趣了呀。那高桥流的由来是什么呢？传说啊，这是高桥努还是高桥征夷？对，高桥征夷他说的，这个也是个链接，这是个链接，实际上是个链接啊，链接到他最初的一个创造这个风格的这故事。是2001年啊，作为日本 Ruby 的社区的会长，高桥征夷在一次突发性的这个演讲任务面前，当时手上也没有 PPT 啊，也没有其他绘图工具，那么他只能用纯文字啊，在现场发表他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自己的意见啊，所以呢，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个高桥流式的这种打字体啊，多幻灯片的这种方式，但这只是头一次触发。接着呢，到了2004年才真正有意识的创建了这个，应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这个有意识的这个高桥流的这个演示。好，那这一次呢，被正式启用了之后呢，因为用就是非常明显显著的 EVA 点而走红。这 EVA 是啥意思？就是著名的那个动画片啊，里头就是有非常大的那个鲜明的字体来去宣告一些很惊悚的这个消息，比如说人类要灭绝啦，等等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好吧，把这个文字图案精神三位一体，很容易进行这个精神污染的目的，这是对它的一种效果的这个叫反馈啊。那么对比，在我知道了这是就是高桥流的风格其实非常容易 get 到，但是在对比其他的幻灯的时候，它到底我们世界上有哪些幻灯风格，这还真的是要进行认真的这个调研。刚要干这个事情的时候，结果发现了这一个简报，也是个链接，这是个 PDF， 大家可以去下载看的。它是来自于哪呢？2010年台湾私立南山高中几位高2的学生，3位的学生他调研的一个结果。他发现呢，就是最早形成的，就说穿了是在赛璐塑料这个透明胶片上手绘的那个幻灯，这个是最早的幻灯。这2战的时候，美军为了统筹各种各样的援助军事物资来发明的这种图表方式。这个呢，以比尔盖茨他叫比尔盖茨风格，商务风格都是传统的图表加文字就是每一页呢信息很丰富。那这是一种最传统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是1984年以来就是最著名的1984那个广告以来，Jobs 以在苹果那个文化里头创造出来的，就类似于 One More Thing 这种以故事为核心。它的幻灯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就过去、现在、未来什么，就是3种状态、3种产品，什么3种这个类似于这叫什么数值这种对比性这故事性非常强，以图片为主，几乎没有文字，这是 Jobs 风格。还有一种是2002年，这叫 Lesky 的话，他是应该是泰的这个创始人还是之一吧。那个就是以泰的演讲为主要特色或主要场景的一种幻灯风格。那它的特点呢，就是这幻灯整个呢是以一个非常精美有非常这个感染力、冲击感的这个照片充满整个幻灯，然后呢上面呢注非常少的文字，来作为这种泰的风格演讲的这个大的背景这是
第3种。还有第4种呢，就是04年无意当中发现创造出来的高桥流啊，这是当代流行简报，它叫简报，叫幻灯的一种流派啊。但是呢，你不能说是哪一种最好，说穿了是啥，还是要选择你最适合的，对你来说最适合的啊。对我来说，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高桥流已经这个要变成了一种我习惯的演讲构建工具了啊。这可以说是我找到的，我感觉对我比较适合。那它这种制作方式呢，像以往啊，它那个高桥正一刚开始是用纯粹的 CSS HTML5，后来呢有用基于 Firefox 的 XUR 构建了一个工具，再到后来这工具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呢，最早是05年知道这个高桥流开始使用，到05年到12年，大概7、8年左右呢，一直是基于 S5。这个呢也是一个，这其实就是一套CSS 啊，它是一个工程，也是它其实这工程是 CSS 社区一个一个大牛一个专家构建的。那为什么叫 S5啊？就是5个 S 这个叫什么 Simple Standard Base Slideshow System 啊，就是一种标准一种简洁的标准的幻灯演示系统啊，对吧？就是包含5个 S， 所以才叫 S5。那这个 S5呢，如果直接用它呢，你只能套它的模板，用它提供的 H5 和配套的 CSS。那么你写的内容呢，就是 HTML5。那么我当时呢，就是手工写 HTML5啊，每一页幻灯它有标准的这个约定，比如说用哪个标签括起来的，它是一个幻灯啊，那等等等等。那么接着后来呢，是12年到17年找了一些工具，因为总是手工写 HTML5 很容易去走神。说穿了，每页幻灯呢，它应该是尽可能的只包含我的纯文字，而不应该有就纯内容，而不应该有其他的样式的标签。那这样的话就跟写PPT 或者写 Word 一样了，我要同时思考它展示效果要调，同时呢还要去写它的内容，这个就发觉是有点浪费时间。那么后来呢是找到这个RST to S5，它的也是基于 S5，但是不用人工去写 HTML5，是用这个工具 RST to S5，这是一个 Python 工具。那它把我们 Python 常见的那个结构化文本，就跟我们后来的 Markdown 类似，那叫新结构化文本 Restrict Text。就是简写是 RST， 不是 REST。那么就是用这个工具呢，我只要是写 RST 这个文本，然后用这个工具转换成 HTML， 再套上 S5 的这个 CSS， 就完成了原先的这个工具。也就是我不用写 HTML5 内容，但是我要写结构化文本的 RST。RST 你可以认为是功能更全、更完备的更强大的 Markdown 它跟 Markdown 非常类似，甚至有些约定是一样的。但是它比 Markdown 的功能多很多甚至于可以直接达到出版级，但是它太复杂了当时这种结构化文本其实还有好多Markdown 是最后来出现，但是突然一下就一统江山所以后来呢是18年之后呢，进一步发现了新的这个工具Pandoc， 这也是 Python 开发的。那 Pandoc 呢这是它的官方网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Pandoc 它是支持几十种不同文件的格式的相互转换，比如说我从 Markdown 转到那个 Word 文档，也可以从 Word 文档转回 Markdown， 甚至转回新结构化文本。它是一个就非常强力的一个工具。那它这个里头呢，其实是支持大概5种还是6种幻灯的这个输出模式，包括 PDF 它会输成 LangText 这种直接编译成 PDF 的幻灯，那个就比较复杂。那么我后来找来找去呢，发现可以直接一键生成高桥流风格的幻灯系统是这个Revere.js Revere.js。 那么而且这 JS 比其他的这个幻灯有一个好处啥呢？它是支持二维的 H5 幻灯。什么意思那看一下，这是我整个幻灯的一个结构。那以往的幻灯我就是线性的，这一直要往下说，但是用这种方式去生成的呢，它可以二维的，就是有行和列。就比如说我从制作，这是一个主题，可以展开往下说，是这样的那么进而呢就是就配套这个雷欧它是这种文学化编辑器，可以支持以任意颗粒度去调整我的这个幻灯结构，这样是可以更加自然的进行一些思考。比如说假设这就是我进行幻灯
编辑的这个叫界面啊。比如说我把这个由来和制作，那由来里头是含了4个页面啊，制作里头含了好多页面。那我把它我如果想叙述它的时候换一下这个顺序，那很简单，一个快捷键我就把制作这一组给调到由来那一组了，存一下。那现在保存的时候实际上啥呢？这是我的工作界面啊，这是我的工作界面。那看配套，那由来制作，比如说假设 Markdown 在这儿写的，是在这儿写的，那么接着配套呢是 layout， 可以看到这个是节点，这是我写我幻灯的这个内容。那基本上就是我想说的内容，就是直接记在这个叫 node 里头，它叫 node 啊 node 一个节点。那节点我存了之后呢，它会存到我指定的一个 Markdown 文件啊，这个里头也说了，我一存之后呢，它输出到这个 Markdown 文件。那输出到 Markdown 文件之后，我就是在命令行下头啊，命令行下头，那可以看到，那刚刚输出的文件呢是在这儿啊，那 Takashi， 那我就是调用我组织好的一个指令，对它进行编译啊，看到它就编译成了啊，直接输出成了一个 HTML 的一个文件。这个 HTML 的文件呢，然后呢，我再用这个浏览器打开就行了。那这个配套是在哪儿呢？是在这儿啊，还有一个浏览器应用模式。那我先把它刷新一下。好啊，刷新大家看到，哎，可以看到，那制作和由来已经交换过来了啊，还记得吧？刚刚的那个，那制作和由来已经交换了。那我把它再给交换回去。好，再执行一下编译，然后回到我的这个幻灯，刷新一下。哎，看到吧？由来刷新就已经翻过来了。但是这个界面是什么界面呢？这个界面实际上呢，它实际上是 Brave， 关于 Brave 啊 ，Brave 在这儿，哎，在这儿。待会儿我给大家挪过来一下 Brave 啊，实际上它是个浏览器啊，啊。这个浏览器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个有一个小技巧啊，给大家看一下。我 Brave， 那这样 Takashi 啊，好，它的输出的 HTML 是在这儿，这个复制过来 ，OK 啊，看到吧？打开了，它这一个是没有像普通浏览器那种，哎什么那个叫什么菜单呐、什么这个地址栏呐、等等，什么都没有。它这种呢就是叫我看幻灯制作上啊，我们先回来，回到由来制作啊，在这里说到这儿啊。那这呢实际上是我后来发现的浏览器它有一种应用模式，就是它在它浏览器打开的参数里头加一个 New Windows， 再加一个 APP， 这个指向我们的地址，它就会变成一个无地址栏的一个应用窗口啊。那大家看到这个叫 Brave APP， 实际上是我本地定的一个定的这个叫一组快捷方式啊，一种别名。那比如说我对 Chrome 和 Brave 都定了这个别名，也就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意味着是什么？我这个现在我是 Brave 用的待会儿 Brave APP 用的打开。那其实我用相同的地方，我可以用 Chrome 打开它 ，Chrome to APP。好，看一下，哎，可以看到，同样打开了一个，但是这个呢就变成了 Chrome 了，这就变成 Chrome 了。它两个效果基本一致，因为这个都是 Chrome 内核 Chromium 这个软件工程发布出来的这个浏览器啊。OK， 好，那么发布就不用说了，因为它是个纯的 HTML 页面 ，HTML5 页面啊，配套当然是配套这个 CSS 和 JS 啊，那用任何方式都可以发布出去，啊。OK 啊，所以呢，就综上这个已经说清楚了我们这个高桥流以及我制作高桥流幻灯的这个工作流程和模型啊，所以祝大家叫幻灯演示欢乐啊，所以搞清楚。这不用 PPT， 仅仅是用 HTML5 就可以发布，很轻易的叫组织构想发布高桥流的风格的幻灯，以及高桥流风格它对于我们去快速组织有效甚至于有趣的这个
演讲很有帮助。OK， 好，以上。那这个幻灯呢，也是我会就是通过 HTML 不是GitHub 的配置发布到这个 slice.101camp，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发布了多少种多少个，大概有上百个，快200-300个这个演讲了啊。这是有关这个幻灯呢是好吧，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发邮件给我啊。这是今天刚发布的，以及相关链接。这个高桥流也组织起来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可以大家到这个我的这个线上幻灯包括这个幻灯地址呢也会放到视频下的会说明，可以去 review 探索和实践一下。好，那欢迎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Chaos 42大妈。那谈天说地那我们人生调试。那总之这个呢会分了好多栏目，但每一个栏目我都尽可能选择5年以上不会过期的。那比如说高桥流，包括这个 Pandoc， 我也自己就用了超过10年了，所以是一个很稳定、很靠谱的一个体验，也分享给大家。OK， 好，以上。那今天先到这儿，以后见。